Hello，大家好，我是 Summer， 这里是北美华人暖通空调频道。我们在工作中经常会遇到一些老化的暖气炉设备，这时候房主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它还能运行多久啊？我应该什么时候需要换掉它呢？现在它坏了，我是修一下合适呢，还是干脆换掉它呢？如果您对这些问题感到熟悉而又没有答案，那么就请看完我们今天的视频，我相信最后一定会对你有所帮助。今天的视频呢，我们主要跟大家介绍3个问题。第一，暖气炉的使用寿命是多久？第二，在暖气炉出现故障的时候，我应该选择更换暖气炉，还是选择继续维修它？第三，在我们使用暖气炉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使我们延长暖气炉的使用寿命呢？好，下面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暖气炉的使用寿命是多久呢？一般而言，暖气炉的使用寿命在15到20年，绝大多数呢也是在这个区间被更换掉的。当然了，暖气炉能够坚持工作20年以上的也并不是闻所未闻。但是在加拿大的大部分地区，1年内暖气炉工作至少要6个月左右，这就意味着更多的磨损和较短的使用寿命。除了极寒的天气和频繁的使用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也会影响暖气炉的使用寿命。一、品牌。说到设备的使用寿命可能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产品的品牌。其实在暖通空调行业当中，品牌并不是非常的重要，尤其是现在，几乎所有的品牌只要在安装之后30到90天之内，在厂家的官方网站注册一下，就可以拿到厂家提供的10年配件质保。那么不同品牌的区别主要在哪里呢？根据我们的工作经验我认为不同品牌它主要的区别是在于售后的服务。有一些很小众的牌子，多年之后配件的购买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在选择暖气炉品牌的时候，尽可能还是要选择相对大众的品牌比较好。2、维护保养的频率。跟大家熟悉的汽车一样，暖气炉呢同样的需要定期的年度维护保养，才能达到最佳的工作状态。没有人敢保证定期的维护保养就可以断绝暖气炉出现故障，但是只要您进行了定期的维护保养，您的供暖系统就很可能会获得更长的使用寿命。3、大小尺寸的选择和安装是否专业。在加拿大地区，凡是燃气类设备的安装，比如暖气炉、热水器、燃气灶，还有使用燃气的壁炉等等的，都必须由有相关执照的公司申请许可证，并进行购买和安装。安装完成后呢，还会有相应的政府机构的专业人员进行检查通过。如果有被认为不合适的安装公司是需要提供免费整改服务的。有的呢，甚至会因为选择大小不合适，被要求整个暖气炉重新选择和安装。因此在整个过程当中，暖气炉大小的选择和安装，房主都是不需要太过于担心的。但是在美国，据我所知，暖气炉竟然是可以从亚马逊上购买并自行安装的。因此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会产生因为尺寸和安装问题导致出现频繁故障的情况。还有一点请大家务必注意，在加拿大，如果应该由持牌人员进行的操作，房主擅自进行，或者选择了无牌人员进行，并且没有申请相关的许可证，那么一旦发生损害，保险公司是会拒赔的。因此还是强烈的建议大家不要因小失大。那么第2个问题，就是当暖气炉出现故障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是选择继续维修它，还是选择更换暖气炉呢？众所周知更换暖气炉是一项花费较大的投资。
如非必要呢，没有人会想着去做它。但是如果您的暖气炉比较老旧，而且正在需要维修，那么您可能就非常想知道，是应该继续维修使用呢，还是最好更换掉它？其实啊，答案很简单，我们只需要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的钱如何花才能够更有效率呢？有的朋友啊，可能一直陷在暖气炉维修的循环当中。如果是这样，这些房主是需要警惕的。如果您是因为心疼之前已经投入的花费，而选择继续投资旧设备的话，您可能已经陷入了沉没成本的误区当中。什么意思呢？我举个例子，大家可能就明白了。当我们去电影院看电影的时候，发现电影不好看，我们往往会想，算了，还是把这部电影看完吧，毕竟呢，买电影票是花了钱的。但是其实啊，我们应该换个角度来想想，不论我要不要把这个电影看完，电影票的钱都已经花了，这就是沉没成本。但是如果我还要坚持把不好看的电影看完，我就得在这部电影里面继续投入时间和精力，这只会让我损失的更多。所以啊，我们应该做的是及时止损。同样的道理，在暖气炉这样的大件上，您去年可能已经支付了几次的维修费用，结果呢，现在它又坏了。你可能会觉得，因为前几次修理投入的费用比较高了，而决定再次选择维修。然而啊，这种已经花出去收不回来的沉没成本误区，可能会导致您损失的钱继续增加。这是为什么呢？我来分析给大家听听看。首先啊，暖气炉跟人体是一样的，各个配件的使用寿命基本一致。如果一台老旧的暖气炉设备，当它的某一个非易损耗零部件出现故障的时候，意味着有可能其他的零部件也面临着随时当掉的风险。其次，老旧的设备使用效率大大的降低，也会产生高额的电费和燃气费。再者，即便是在过去的几年，您陆陆续续的将大部件都换了个遍，但是暖气炉里面的热交换器的寿命也就15到20年。一旦它在遭受日积月累的灼烧之后出现了裂缝，那么这台暖气炉基本上就进入了被强制要求更换暖气炉的行列。除了会产生一氧化碳危害人的生命之外呢，更换热交换器的费用可能就需要2000加，而新更换一台暖气炉的平均成本在3000到5000之间。因此啊，如果连续2年内您花费在维修上的费用将是新设备的价格1半以上，那么更换它可能就更有意义。尤其是如果暖气炉已经使用了10年以上，主要的部件需要维修，或者是暖气炉效率比较低的情况下，更换暖气炉比维修它更有经济意义和价值。反之呢，如果您的设备在10年以内，而且维修费用偏低，当然是维修起来更合适。第3个大问题就是我们在暖气炉使用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方法或者是需要注意的地方，可以延长暖气炉使用寿命呢？无论您的暖气炉是全新的还是使用多年的，您都可以做以下的事情来尽可能的延长它的使用寿命。第一，每年定期对暖气炉做检查和维护。当然了，关于这一点，我们是强烈的建议大家找相关的专业人员进行操作。第二，每个月检查或者是更换一次空气过滤网。关于空气过滤网的重要性以及如何进行更换和选择，我们已经做过一些相关的视频。如果大家还没有看过的话呢，请大家看一下留言区里面，我将会留下相关的链接。第三，考虑更换一个智能恒温器，最大限度的提高暖气炉的工作效率。关于智能恒温器的视频呢，我也会把相关的链接放在留言区。如果大家对于这个感兴趣，可以去留言区查看。第四，密封家里的管道系统的漏气，
防止暖气炉过度的工作。第五，定期进行管道清洗，不仅可以保护暖气炉，更是能够改善您的室内的空气质量。关于管道清洗我们在后面也会有相关的视频跟大家做详细的解释。第六，如果发现您的暖气空调系统有任何的异常，请尽快的联系专业人员进行检修，避免更严重的情况发生。好了，今天我们的视频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如果您还有相关问题的困惑，可以在我们的下方留言，我们会尽快回复您。我是 Summer， 这里是北美华人暖通空调频道，请大家不要忘记点击订阅、点赞和转发，让更多的华人朋友在这方面不再困扰和走弯路。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北美华人暖通空调频道，点赞、评论、订阅、分享和按小铃铛，有小惊喜哟！